它可以洪亮如铜管，也可以柔和如弦乐。顽皮的羽管又出落几个音符，于是有了一地巴洛克的珍珠——斯卡拉底 A 大调奏鸣曲。欢迎来到陈老师古典吉他，我是陈老师。今天我们会聊聊斯卡拉底的 K322，同时也会聊到 Staccato 音色变化，以及比较少见而且弹奏难度也相当高的复弦装饰奏。就算你没有要练 K322 这首歌，相信看完这部影片后，还是会对你有所帮助哦。斯卡拉底出生于西元1685年，曾担任过教会的管风琴师，并在其一生中写下多达500多首的大键琴奏鸣曲，是巴洛克时期重要的代表性作曲家。在当时，音乐的创作都是以宫廷及教会为中心，再加上巴洛克音乐华丽又不失庄严的特色，所以只要一提到巴洛克音乐，就会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教堂。正因为如此，这一次我们的摄影团队特地来到教堂进行录影，希望能够借由空间上的美学来结合巴洛克音乐。简单介绍完作者后，接着来听听看陈老师怎么感受这一首歌吧。我们知道 Sonata 这个字是奏鸣曲的意思，那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奏鸣曲不是应该要有完整的架构？它可能要有程式部啦、发展部啦、在线部这一些东西。那为什么这一首 K322 它好像篇幅很短，那又是一个二段体？其实 Sonata 这个字在最早的时候，它只是用来指器乐的作品，它没有别的意思，就只是用来跟 Cantata 也就是声乐作品做一个区别而已。那是一直到后来古典时期的时候，才慢慢发展出比较完整的架构。这是一首令人很快乐的曲子，就是说它的旋律非常的轻快活泼，有时候甚至带一点俏皮在里面。那感觉很像是小孩子在游乐场里面无忧无虑的玩耍，有时候可能到处跑来跑去啦，那摸摸小动物啦，或者躲起来让妈妈找不到之类的。那你听了之后会觉得心情好像跟着亮起来，可能还会想要跟着跳舞这样子。但是它也不是从头到尾都是快乐的，我觉得这也是这一首曲子很成功的一个地方。它可能会在你快要快乐过头的时候，突然拉你一把，可能是用一个有点难过的小和弦，或者是突然停下来的一个节奏，把你拉回来。那你会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转折跟对比好漂亮，就是说那个情绪跟氛围突然转变了。那这样子的改变其实是很美的，也会让你很期待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发展。Staccato 也就是断奏，是指借由缩短音的长度，使音与音之间断开来的发声方式，通常可以制造出轻快、跃动、顿挫、干涉的声音效果。以前大学的时候上书法课，常觉得墨色的浓湿与干枯就像是使用断奏的前后对比。如果一件书法作品从头到尾的墨色都没有变化，看久了就容易觉得单调。音乐的表现也是一样。另外，本次的书法影片由吴声院频道提供，感谢他的帮忙。他是一位对艺术相当有热情、教学也很认真的书法篆刻家。我把他的频道连结放在影片下方资讯栏，有兴趣的话，欢迎到他的频道逛逛哦。这首曲子的开头有3个咪，一般情况下，这3个音听起来会长这样子。
好像有点一成不变。但如果今天我在前面2个音加进断奏的话，它听起来就会有不一样的对比跟变化，也会使第3个音相形之下好像变得更加突出与饱满，像这样。接着我们就以乐句为单位，来听听看使用断奏前后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变化吧。首先是没有加进任何断奏的。接着我们在其中几个音加进断奏，试试看它的效果。是否能够听出其中的差别呢？下次听音乐的时候，不妨听听看表演者在哪边加进了断奏吧。很多人一听到断奏，就觉得应该要把音弹得非常的短，但实际上断奏应该要有很多不一样的长短层次。例如说，这个是完全没有加断奏的时候，如果只断一点点，那也是一种断奏。例如，再断得更多一些，再多一点，断得非常的多。以上这一些都是断奏的一种表现。如果你能够弹出来的断奏层次越多的话，就代表你的音乐表现力是更加丰富的哦。既然都在弹古典吉他了，怎么可以不发挥它的超级强项音色变化呢？音色变化可以让音乐听起来有不一样的情绪和语气，甚至可以让声音变得好像不一样的乐器发出来的一样。例如，同样的几个音，它可以洪亮如铜管，也可以柔和如弦乐，可以像大键琴一样清脆，更可以像大提琴一样浑厚。如果你弹出来的音色变化能够让妈妈冲进房间里来问你到底买了多少种乐器，那你的音色变化就非常成功了。那要怎么做音色变化呢？你可以改变右手拨弦的位置，或是改变右手触弦的角度，或者利用不同的弦弹同一个音。音色的变化在古典吉他上是一门大学问，今天只能提个大概。接下来让我们来聊聊这一首歌适合在哪里做音色变化。我们可以发现这2个句子长得几乎一样，比较大的差异只有第2句中间的西比第1句高8度，产生不一样的跳跃幅度跟方向。像这样具有类似或对比关系的地方，就很适合做音色变化。再来，他们的下2句更是适合到不行，因为这2句的相似度又更高了。如果你连续弹了2次一样的句子，然后又没有任何变化的话，听起来就很像弹到一半忘谱，只好又重弹一次。是没这么夸张啦，这种时候要不要变化音色，还是要视很多因素来决定。只是通常一样的句子重复时，都会是一个变化音色的好时机。听听看这2句变化音色的效果。是不是有不一样的感觉呢？赶快拿起你的吉他试试看音色变化吧。复弦装饰奏是古典吉他中难度相当高而且比较新兴的一种技巧，不仅相当要求右手手指的独立性、灵活度、协调性、爆发力，对于速度上的要求更是比战音还要快，需要一套完整而有系统的严谨练习方式，才能够把它弹得漂亮。这次我们会简单介绍它听起来跟传统的装饰奏弹法有什么不一样，暂时还不会聊到它的练习方式，因为如果要聊的话，不止这一部影片的长度会乘以2，我的睡眠时间也会除以2。传统的装饰奏弹法是使用左手垂钩音，也就是圆滑奏的方式来完成，像这样。它的特色是只有第1个音是使用右手弹奏，后面的音不管有多少个，都是交给左手来完成，像这样。
副弦装饰奏则是使用2条弦来弹，一样的音听起来会长这样。接下来我们加进低音，听听看两者的差别。首先是传统的圆滑奏，接着是副弦装饰奏。最后我们弹奏整个乐句来比较一下两者的差别。首先是传统的圆滑奏，接着是副弦装饰奏。把副弦装饰奏这个技巧弹奏的炉火纯青的知名演奏家 David Russell 曾经说过，使用副弦装饰奏有几个好处。第一个是可以让你的演奏跟其他人有所区别，因为使用副弦装饰奏或是能够把它弹得非常好的吉他手并不是那么多，虽然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趋势了。第二个是当你弹奏特定时期，例如巴洛克时期的音乐作品时，它可以让你的演奏听起来更有巴洛克的味道。例如今天介绍这首 K322， 它是从大键琴改编过来的。使用副弦装饰奏的时候，就能够相当好的还原大键琴上的声音效果。最后，就让我们来欣赏一下演奏影片，说不定你能够在接下来的影片中发现今天讲的几个练习重点哦。希望这次的影片对你有帮助。如果喜欢我的影片，欢迎按赞、订阅、留言、分享，也不要忘记开启小铃铛哦。感谢您今天的收看，我是陈老师，我们下次见。